有的时候我们把这個城市的學歷提得太高的話，然後這些市民他們就不來這個普通工廠去打工了。所以啊，現在既然有工業需求，我們還得去對面，把剛才這個立交旁邊需要再蓋一部分寫字樓。這個寫字樓，來吧，咱們把這條道路隨便去延伸一下，就不再修路了。這個地方就這樣了。現在我們去規劃的話，這個房子不一定能蓋得起來，所以我們不如選擇幾個稍微合理一點的，直接把它這樣放置。差不多1、2、3、4、5個房子，等它全部蓋起來以後，招收100多個工人沒有問題。然後其他的空地呢，我們就簡單的種一點樹啊，把這個樹木可以鋪得稍微大一點。一會兒再連接一個小人行道，這個地方就簡單一點。哎，我們這樣看起來的話，有一部分是密集的，有一部分肯定是不能密集的。然後最後呢，我們需要看整個航拍效果，所以這邊的馬路我們從不規則裡面透着規則，規則裡面再透着不規則。這樣說好像沒有毛病。啦啦啦啦，還有辦公需求，5個房子肯定是不夠用的，所以呢，我們就多分隔幾個區域，這樣竟然需要蓋的房子還稍微多一點。然後挨着高速的方向呢，我們可以放幾個稍微矮一點的房子，沒有那麼高的，但是風格盡量還是要統一化。不能前方全部都是這個樣子。OK， 由於我們現在規劃了一些寫字樓，但是這個遊戲一直讓我們蓋不起來，所以我就手動去放置了一點點啊。這個馬路就稍微錯亂一點，上方的房子啊，每個區域之間是統一的。房子的下方呢，我都增加了有一部分的小商店。但如果說我們現在去動細節的話，這個小商店前方必須是水泥路。我們只要用速成法去蓋的一些房子，基本上從航拍上看起來肯定是沒有問題的。就是細節的話，不忍直視。哎，我鼠標呢？哎。這個平台的位置啊，我們就先暫時這個樣子。其實按道理來講的話，我們應該把下方還有旁邊，把這個房子全部給蓋滿以後，再去對面這個山上去發展我們的動物園，是吧？但是現在沒有房子需求啊，那我們就先把這個動物園呢，看一下，把它做在這個山頭上，先幫它連接一個地面，這樣我們才能把這個動物園的正門放在這兒。啊，我強制了一個地面啊，怎麼出來一個隧道？我們用這個地形平整的工具呢，差不多把這裡的高度變得和立交一樣，是吧？然後這個時候再強制地面去試一下效果，把它升級一下。OK， 啊，要的是這樣一個效果。哇，竟然有車輛過來啊！那麼我們找到這個動物園的正門，可以先暫時把它放下來。停車場就可以先不修理了。來吧，我們再幫這個動物園呢，水電也去連接一下。電源，山坡上啊，半山坡上去拉風力發電機效果不太好，我們先隨便去放一個電源。正好這個電源呢，它還自帶了有一個停車位。哎，倒是挺真實的。檢查下，它的功率輸出是3兆瓦，對於我們整個動物園來說，3兆瓦應該差不多了。有一個車輛過來了，我們檢查一下，它是去動物園還是掉頭啊？掉頭。它這個時候如果說它進入動物園的話，那只能說明它是一個冤種。目前一個動物都沒有看到啊。最起碼我們當地的動物園花5塊錢還可以看一些雞鴨鵝、山羊什麼的，是吧？那麼我們讓它來到第一個山坡上以後呢，先簡單的放一個廉價一點的小動物，鳥，還可以讓它稍微向裡面一點點，方便我們的主幹道呢可以隨意的去向前方去延伸。再降一下。来，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些小鳥啊。哎，怎麼感覺像那個農村裡面的那個大鹅呢？不对，我們再向前方走一點啊，這裡是一些老愣，哎，看起來倒是挺親切的。然后咱們再看一下這個動物園的道路能不能掏隧道啊？我印象裡它是不能的。
果然不能。如果它能掏隧道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动物园做得漂亮一点。我們就讓它圍繞着這個山體啊，稍微盤旋一點點，坡度不能太誇張。哎，別叫了。基本上已經到山頂了。然後再把衛生間看一下能不能放在這兒。這個道路旁邊的高度我們稍微動一點點，直到能放下一個建築，讓他們站得高，尿的讓他們說話得文明一點。咖啡廳、紀念品店、洗手間。哎，洗手間可以放在這兒。我們的衛生間呢，現在暫時放一個就夠了，然後旁邊放一個咖啡廳。OK， 那麼我們以這邊的視角啊，向城市看一眼。哎，這個城市做的真難看。然後我們接着發展的話，這個山上的空地是比較大一點的，剩下的那些小動物是可以隨意去放置的。比如說我們通過拉一條直線呢，再去做幾條分支。上山了以後啊，左邊這一排我們放一些兇殘一點的小動物。那麼什麼小動物最兇殘呢？那肯定是小鹿了。羚羊，我去，這個羚羊有點太小了，把它貼到左邊的路線。野牛可以放在這兒。昆蟲，小型的都放在右邊。火烈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現在已經6種動物了。哪個是小鹿啊？這個是羚羊。小鹿在這兒。哎，這個小鹿為什麼是這個姿勢？吃東西中，哇，你家吃東西這樣吃的。那前方的話，這裡是牛，野牛。這個牛呢，加一個野字啊，然後我們就可以收費了。再往前方，這裡是火烈鳥。現在既然有5種小動物了，我們可以在這個中間去做一個小廣場。當然，這個小廣場啊，我們直接去放置就行了，放在這兒，旁邊再來2個小噴泉，就稍微點綴一點點就可以了。我們已經不能過多的造景了，這個地圖現在網格已經95%了。這個什麼玩意兒？哎，管它是什麼，放吧。這個山上的樹木呢，現在有點影響我們的整體效果。那麼我們可以框選一下樹木，把這個建築、擺件、貼花、地皮全部給取消了。我們淺顏色的樹木越少，這個地方看起來會越分明一點。哇，現在為什麼過來的都是一些老年人呢？正在前往羚羊圈啊，這個老頭的名字叫胡夢瑤。那最起碼說明我們這個動物園現在遊客是可以正常過來了。不過現在鑑於只有5種動物呢，我們可以把剩下這些沒有建設的啊，全部給它鋪上去。在這個山上去養大象，為什麼我今天養的這些小動物，它們的姿勢都特別的奇怪啊！好在他們現在已經改邪歸正了啊，現在的姿勢都挺文明的。我們在中間這個道路沒有連接的情況下，可以把這個長頸鹿放在這兒，看起來倒是挺適合的。有沒有姿勢比較難看的？現在他們已經好多了啊。那麼我們的動物園現在就只剩下3種了。現在最兇殘的只有這個獅子，我們就把它放在最後排，最後再把這個道路給補充一下，完事啊。對，還有這裡，這個縫裡面填一點小石頭。最後我們再去檢查一下這個公園的遊客量啊。遊客量的話往下走，我們公園門口的這個停車位已經快把車輛給停滿了。公園裡面的遊客呢已經達到了125。由於我們沒有為他們做公共交通啊，所以他們只能開車過來。來找個遊客啊，我們以第一視角來走一下。那麼這個山上現在整體的環境看起來還可以了，就是種的樹多一點，比較符合這個野生動物園。
除了这个水源现在有点不是太稳定啊，其他随便一个视角啊，这个市民走过来的话和现实里都是差不多的。各个坡度啊，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合理。那么猴子呢？我们去看一下猴子是怎么叫的。猴子叫 monkey 啊。